这个世界上有一批人是所谓的天生的罪犯，这种人和常人不同，骨子里有一种嗜血、残杀同类的欲望。今天说到的是一个杀人接近40年的职业罪犯，是一个可恨的老头。1995年10月，云南省昆明市下属的石林彝族自治县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案件，地点是兴旺旅社。这是一家廉价旅社，住在这里的旅客多是想省钱的小生意人。房间分为2种，一种是单间，环境比较好，价格比较贵；另一种是双人间，环境比较差，只有2张床，但是价格低廉。双人间的租金同单间差不多，但是可以由并不认识的2个人合住，分摊房租。这样一来，每人的旅租就便宜了一半，很多旅客就选择这种省钱的双人间。这种合住方式存在着诸多的安全隐患。90年代，这种合住方式经常出事，今天的兴旺旅社也不例外。上午10点，女服务员来打扫房间，敲门没有人回答，女服务员用钥匙开门进入房间，刚看了一眼，女服务员就吓得坐在了地上，高声尖叫了起来。旅馆其他服务员和住客也纷纷赶来，也都大吃了一惊。小小的房间中只有2张床，一张床上已经空空如也，另一张床上赫然躺着一具尸体。死者就是登记的住客，一个40多岁的广东小贩，以倒卖中药材为生。做这行的小贩定期要去云南的大山里面收购药材。广东人精打细算，小贩沿途都是住最便宜的酒店。这一次，他选择同一个看起来有60多岁的老头合住了这个房间。老头和小贩素不相识，是在旅社的前台认识的。登记的服务员对老头没有什么特殊的记忆，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，长相很普通，个子不高，瘦瘦的，穿着也没什么档次，像是走江湖的那种人。他说的是昆明方言，一共只说了有4、5句话。第2天，这个老头已经不知道去向，小贩惨死在床上。刑警们赶到现场，很快确定了小贩的死因。小贩头部开放性骨折，脑浆飞溅的到处都是，现场并没有搏斗痕迹。看来同屋的老头是用诸如铁锤之类的凶器，趁着小贩熟睡猛砸他的后脑，将他活活砸死。小贩睡眠中遭到打击，糊里糊涂的就死了。这个老头手段极为凶残，怕没有把小贩彻底砸死，他又对着头部其他部位猛砸了一通，把颅骨都给砸得塌陷了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这样凶残的杀了人，换成一般杀人犯早就跑了，但是这个老头竟然继续躺下睡觉，一觉睡到天亮。他又在房间里面抽烟，去走廊的另一头公用卫生间洗脸上厕所。随后他不慌不忙地拿走了小贩的所有财物，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旅社大门。老头的心理素质如此之好，看起来绝非初犯。这里是旅店，现场了留下了高达几十人的指纹，难以锁定谁是罪犯。杀人的铁锤在临街的垃圾桶内找到，也毫无用处。老头是在旅社附近的五金店购买了这把小铁锤的，线索由此中断了。自然老头在旅社登记的身份证信息应该也都是假的。不过刑警们走访五金店的时候，却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。老板记得，这个老头的鼻子右侧有一颗很小的黑痣。听到这么个特征以后，云南警方立即想起了另一起案件。不久以前，云南曲靖市也有类似的案子发生。在某旅社2人合住的房间里面，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被同屋人给砸死。
旅社老板回忆，同屋人是一个老人，几乎没有说过话，他的鼻子附近有一颗小黑痣。这样看来，这2起案子很有可能都是这个老头做的。同样让人惊讶的是，1995年1月到10月，云南境内至少发生了10起类似的案件，造成9个人死亡，1个人重伤，成为了植物人。而可能的凶手都是脸上有黑痣的老人。如果真的都是这个老人所为，他在95年就杀了至少有10个人，作案手段都是一样的。根据老头作案手段非常熟练，警方认为他绝非初犯。正常来说，犯罪分子到了老年，不可能如此疯狂的流窜作案。这种四处流窜杀人，罪犯需要不断的转移落脚点，还需要时刻躲避警方的追捕。即便是青壮年罪犯，也会疲于奔命，感到体力和心力都难以支持。你说是为了劫财，能住这种房间的客人都没有什么钱。老头杀死1个人，往往只能抢到几十块钱。如果是为了钱，老头还不如去撬窃路边的商店，得手一次就比他杀这10个人搞到的钱还要多。由此看来，这个老家伙有明显的想要报复社会的意思，他是为了杀人而杀人。这么大岁数还要报复社会，唯一解释就是他曾经遭到过政府的打击。于是云南警方迅速在全省进行了调查，查询有过前科、岁数有接近的犯人，尤其是最近刚刚从监狱释放的重刑犯。没多久就有线索了。据一个还在服刑的王姓犯人交代，他认识这个老头。王姓犯人在1978年因为打架劳教1年半，被关押在了石林自治县的监狱。这里有一个负责管生产的犯人组长，鼻子下面就有一颗小黑痣。此人当时有40多岁，现在应该有60岁左右。王姓犯人不知道这个老头的真名，大家都叫他钱组长。这个钱组长据说从60年代就开始坐牢，一直坐到了1978年。每次释放以后，他不出1、2年就会再次犯罪入狱，在监狱的时间比在外面还要长。在监狱的资格很老，这家伙被任命为小组长，专门管理犯人。王姓犯人认为这个钱组长绝非善类，他就是所谓的那种牢头狱霸，经常指使人殴打不听话的犯人，下手非常狠毒。他还经常虐待同号的犯人，手段无所不用其极，以此取乐。监狱里面的犯人都很怕他，觉得这个家伙根本就没有人性。有了这个线索，破案也就不难了。根据监狱方面提供的资料，钱组长的真名叫做钱永昌，是一个惯犯。钱永昌出生于1936年，是石林自治县的本地人，家住板桥镇。此人是职业歹徒，一生都在犯罪，劣迹斑斑。1960年前后，24岁的钱永昌是贵昆铁路上一个普通的民工。同年，钱永昌无故地将同村一个女民工给打伤，为此他被判刑1年，关押在昆明市看守所。释放以后，这个人不思悔改，不再去当民工，而是在昆明市以盗窃为生。1962年，钱永昌盗窃被民警抓了现行，又被判处了1年劳教。释放以后，钱永昌还是四处盗窃，在1964年又被抓住。鉴于这个家伙屡教不改，这次被判处3年劳教。钱永昌服刑到1967年，正好赶上文革特殊时期。钱永昌的父母双亡，他的户籍已经注销，社会又大混乱，
没人愿意接受他。无奈之下，钱永昌只能继续在劳改农场工作到了1973年，形同继续坐牢，只是定期允许短期外出而已。70年代中期，钱永昌因为诈骗又被判刑多年。到了1984年，钱永昌再次因为诈骗被判刑入狱，后来试图越狱又被加刑，前后服刑长达10年之久。到了1994年1月，钱永昌才刑满释放。至此，钱永昌已经58岁，前后坐牢高达26年之久。成年后，他几乎都在监狱中蹲着，在外面的日子屈指可数。锁定钱永昌以后，警方立即部署对他进行抓捕。当年云南省的交通工具只有长途汽车和火车，抓人还是比较容易的。钱永昌的照片被到处散发，很快就有了好消息。云南东南部芦溪县长途汽车站，售票员报警说发现了长相酷似钱永昌的人。这个老头刚刚买了汽车票，试图离开芦溪县。民警们立即赶到了汽车站，将车上的钱永昌堵住。钱永昌也没有反抗，就这样被生擒了。让警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，59岁的钱永昌毫不紧张，张口就是：“我今天才死，已经是赚大了。我36年前杀过人，直到今天，已经杀了15、16个了。”民警问他：“什么？你36年前就杀过人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当时是1958年，我22岁，跟随村里的干部去修建贵昆铁路。我是小伙子，身强力壮，又没有女朋友，就同干部的老婆勾搭上了。这个女人很骚，她丈夫那方面也不行，她就和我有了奸情。到了1959年的10月份，有一次夜里下大雨，我觉得不会有路人，就大意了。我没有走后门，我从干部老婆的房间正门出来，正巧就撞到了同村一个姓黄的民工。这个家伙和我有矛盾，之前我们2个曾经打过架。他看到我以后干笑了几下就走了。我知道他一定会去告诉那个干部。那个时代很特殊，云南到处都闹饥荒，农村饿死很多人，但我们工地粮食供应还算是稳定，算是吃皇粮。如果干部知道这件事情，一定会把我赶回老家，我就肯定得饿死。我当时也很害怕，不愿意坐以待毙。想了一会儿，我决定干脆把这个家伙杀了灭口。反正我们也有私仇，我他妈早就想收拾他。那你是怎么下的手？我随手捡起了路边的一根树棍，我就追了过去。这家伙没想到我会追他，根本就没有防备，加上雨下得很大，他也没有听见我的脚步声。我用树棍猛砸他的脑袋，一下子就把他砸倒了。我怕他不死，又连砸了10几下，脑浆子早砸出来了。随后我就把他扛到不远处的工地悬崖推了下去。第2天有工人发现了这家伙的尸体。那个时候比较乱，工地的管理也比较混乱。干部发现他身上没有其他的伤，只是头部碎了，就说他是在雨中失足坠崖摔死的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。没想到这件事情瞒得住那干部，瞒不住和我通奸的那个女人。他他妈的知道我下手狠毒以后，就开始害怕我，不跟我继续上床了。我一气之下将他痛打了一顿，结果我被劳教1年，这是我第1次坐牢。好在这娘们儿怕丑事张扬，也没有去检举我的杀人罪。你
你后来又杀了什么人？60年坐牢以后，我就开始以盗窃为生。我的盗窃技术也不高明，经常的失手，基本上放出来1年，我就又进去了。直到1973年我才释放，坐了10年的牢。73年释放以后，我觉得盗窃很容易失手，就开始抢劫。我当时30多岁，身强力壮，就拦路持刀抢劫。74年8月份，我抢劫期间就出了事儿了。那次我在广西柳州抢劫了走江湖的银元贩子。这个贩子是个老江湖，也不好对付。他趁我不注意，突然抢我的匕首。我和他扭打了起来，捅了他几刀，才把他给制服。谁知道匕首捅到了要害，这个银元贩子直接就死了。我有些慌张，就赶快逃出了广西。你还杀了什么人？继续交代。杀了银元贩子以后，大概2个月，10月份我又杀人了。我流窜到了贵州省的贵阳，瞄准了一个做中药生意的商人。这个家伙是个北方人，又高又壮，身高得有1.8米几。我呢比较矮小，怕对付不了他，就直接从背后扎了他一刀。结果这刀也是扎到了要害，也把他给杀了。杀了这2个人以后，我知道不能继续作案，不然我性命难保。我就开始以诈骗为生。结果1年以后又进去了，这次坐牢长达10年。到了1994年1月才释放。释放当年，我就杀了3个人。你杀的都是什么人？我杀的就是合住的旅客。我还是以行骗为生，不过现在人都聪明了，骗到他们也不容易。1994年5月吧，在那之后的几个月，我很长时间都骗不到钱，连吃饭住店的钱都没有。每当我没钱吃饭了，就用铁锤把同住的旅客砸死，把他们的钱给抢走。他们也都是穷人，没几个钱儿，但是吃半个月的饭钱还是没问题的。5月到8月，我在昆明和广西河池也杀了3个人。你为什么开始这种模式作案呢？这样抢不到几个钱，你为什么不再去拦路抢劫呢？主要是我年龄大了，干不动了。我已经58岁，怎么可能再去拿刀抢劫年轻人？随便哪个小伙子和我搏斗，我都未必能赢了。我只能杀那种睡熟的人，他们没有反抗的能力。况且我本来已经有了几条人命了，再杀人也不过是个死刑，没什么顾虑了。你说95年前10个月，你每个月都要杀1个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到了1995年，我还在江湖上飘着，有这一顿没下一顿。我这一生20多岁开始，基本都是在监狱度过的，无儿无女，无亲无故。现在马上就60岁了，身患多种疾病，却没有人能够照顾我，更没有儿女可以养我。我觉得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。尤其是每当逛公园的时候，看到别的老人有老伴相随，儿孙绕膝，有说有笑，快快乐乐的，心里便很不平衡。到了1995年，我就下了决定，这次不要再坐牢了，直接求个枪毙吧。从95年1月开始，我就每个月杀1个人。我知道这样作案，你们很快就会列为全国大案，四处通缉我。我要的就是枪毙，我根本都不在乎。
钱永昌杀人的历史长达36年之久，目前可以确定的就是钱永昌杀了16个人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如果不是钱永昌在1995年连续杀人寻死，其实之前杀死的6个人并没有锁定作案凶手到底是谁。他如果在1995年放弃杀人，而是选择隐居起来，之前的6个受害者恐怕今天还是冤魂。